天龙八部结尾，慕容复疯癫的场景令人唏嘘不已。历史上，慕容复也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这位吐谷浑的末代君主，在金庸先生笔下摇身一变，成了光复燕国的梦想家。而无论是吐谷浑还是燕国，仔细了解他们背后的鲜卑，会发现小说还是写得过于保守了。这个离统一天下只有一步之遥的狂野族群，他们从哪里来，发生过什么精彩的故事，最后又去了哪里呢？一切要从那个遥远、蛮荒、充满躁动的年代说起。鲜卑人的祖先生活在蒙古高原和辽河流域，一部分人说古蒙古语，另一部分说通古斯语。公元前8世纪末期，一群戎族从北西伯利亚来到他们西边的漠北地区。这群戎族据说是夏朝桀的后代，彪悍勇猛且居无定所。征服草原上大多部落后，把手逐渐伸向中原王朝。他们施美人计，把褒姒送给周幽王，引发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在公元前782年攻破镐京，灭了西周。中国历史自此进入大分裂时期，也就是春秋战国。为了满足人口渐渐壮大的需求，戎族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经常越过边境抢劫，因他们善于骑射，而甲骨文中的匈字、兴字弓箭，齐国百姓管他们叫匈奴。奴是贬义字，意为善于骑射的野蛮的下等人。匈奴人不接受这个难听的名字，与中原人打交道时，常以善于喂鹰狩猎的传统自称胡人，胡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隼。北方游牧民族经常用它来抓小动物，成语兔起胡落描写的就是这个场景。由于文字彼此不通，中原人以为他们这样自称是因为游牧民族常留着大胡子，把胡人当成了胡人。时间久了，胡人变成了中原地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统称。鲜卑人的祖先由于生活在匈奴大本营的东部，因此也被称为东胡。东胡不是匈奴，相反的，数百年间与匈奴一直是对立关系。秦始皇统一6国后，得到一句亡秦者胡也的谶言，于公元前215年派蒙恬剿灭匈奴。无奈北方太过广阔，匈奴一逃就没了影，没法一蹴而就，于是继续修建长城防御他们。公元前210年，秦二世那边谋害了兄长扶苏和蒙恬，这边匈奴首领头曼单于也猪油蒙了心，既想废长立幼，又不愿自己动手，前脚把长子默毒送到大肉支当人质，后脚马上急攻大肉支。默毒偷马逃跑回家，也不动声色，转年找机会杀死了父亲，自立为默毒单于。面对默毒单于这样的枭雄，东胡王心里也没个逼数。他听说匈奴内乱，觉得默毒单于立足未稳，可以欺负一下。先是索要头曼单于生前所骑的千里马，默毒给他了。东胡王得寸进尺，又要默毒的老婆，默毒居然也给了。东胡王得意洋洋之际，完全放弃了防备，结果遭到默毒单于突袭，被打得满地找牙。东胡王在乱军中被杀，东胡被灭。部落残余民众向东逃跑过程中，就去向问题又产生了分歧，由此一分为二，一部分逃到乌桓山定居下来，成为后来的乌桓族，另一部分则逃进北边茂密的原始森林。那时候大兴安岭还不叫大兴安岭，因古蒙古语中森林的发音接近鲜卑，所以他们定居的地方叫鲜卑山。鲜卑族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大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物产和野生动物资源，使鲜卑族群得以充分的休养生息，而他们的老兄弟乌桓正在遭罪。乌桓想投汉朝，借汉朝之手报复匈奴，汉朝却认为匈奴故是心腹大患。乌桓这些异族也是肘腋之疾，不管谁被灭，总是对自己有利无害，经常派乌桓去攻打匈奴，试图让他们彼此消耗。这种情况到了王莽时期更甚，没有后援的乌桓远远不是匈奴的对手，打到最后连首领老婆都被匈奴人掠走，无奈之下只得向匈奴投降。王莽死后，汉光武帝刘秀即位，是为东汉。不得不说刘秀的运气确实很好，
即位不久，匈奴就内讧了。因为单于的继承问题内斗严重，再加上连续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人畜死伤严重，部落间变得不再团结，甚至发生小规模冲突。公元48年，乌桓部率先挑起复仇的大旗，袭击匈奴，一举把匈奴向北赶出了上千里，漠南大片草原成了无主之地。匈奴内部的矛盾继续激化，分裂成为投降汉朝的南匈奴和流居漠北的北匈奴两部分，彼此互相攻伐，这是匈奴走向衰败的开始。汉武帝收留了乌桓，但仍是拿他们当敢死队，对抗匈奴残部和镇压义军。乌桓死伤惨重的同时，那边的鲜卑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开始闪亮登场。公元85至87年，鲜卑与南匈奴联手杀死北匈奴首领优留单于。公元118年，又击溃东汉扶持的傀儡冯侯单于，接纳北匈奴投降的大批群落，将几乎整个北方草原收入囊中。接下来的10余年中，不断蚕食汉朝与南匈奴的领土，此消彼长之下，南匈奴叛变，东汉国力日渐衰微。此时鲜卑部队里有个小头领，整天觉得脑顶发痒，长出的头发越来越绿，他的名字叫头鹿侯。大军出征一走就是3年，头鹿侯回家一进门，竟见到老婆抱着刚满月的孩子，问道是谁的野种。他老婆面不改色说，常昼行闻雷霆，仰天视而薄入其口，因吞之，遂妊娠，10月而产。意思是那天我在外面走路，天上打雷，我一抬头刚好有个冰雹掉在嘴里，我吞下去就怀孕了，10个月后就生下这个孩子。游牧民族部落中，女性的社会地位通常较高。头鹿侯虽然不缺心眼儿，但不想跟老婆撕破脸，只好嘴上笑嘻嘻，心里抹皮，趁老婆不注意，把这个孩子抱到野外丢掉。他老婆早防着这一手，让孩子外公跟踪，又把孩子捡了回来，至此由外公抚养长大。这个孩子叫谭石怀。没有父母的疼爱，谭石怀自小养成坚毅的性格，14、15岁时已经长成健壮威猛的大汉。外公家的牲畜被抢，他独自追击，以一人之力打死10几条大汉，至此整个鲜卑部落为之叹服，威望不断高涨。140年被推举为部落首领。往后的10余年里，他逐渐把散落各地的鲜卑人凝聚在一起。151年在阳高城可汗，击败高车、乌孙等部落。156年在谭汉山建立王庭，又击败丁零、扶余等部落，招降人口数百万。到此，强大的鲜卑汗国正式崛起。谭石怀统辖的疆域东西14000余里，南北7000余里，成为真正的草原霸主，对东汉政权构成巨大威胁。统一了草原，下一步必然是攻打东汉。因为草原上的物资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要，谭石怀劫掠东汉沿边9郡，从辽东到西域，每一处要塞都被他打了一遍。抢劫大量物资，俘虏人口数十万做奴隶的同时，杀人放火，生灵涂炭，令本就日渐残弱的东汉十分头疼。汉桓帝无奈之下，册封谭石怀为鲜卑国王，并打算将公主嫁给他，以和亲的形式换来平安。此举令文武大臣和汉朝百姓大跌眼镜，纷纷感到大汉已经江河日下，因为主动请求与草原胡人和亲。大汉300多年来从未有过，堪称奇耻大辱。谁知和亲使者到了草原，谭石怀完全不给面子。他带着使者参观军队，炫耀武力充沛后，冷笑着说，大汉的公主配不上鲜卑的勇士。使者回到洛阳禀报皇帝，满朝文武的脸都气绿了。回想当年汉武帝北击匈奴的威风，很多人当场落下泪来。使者走后，鲜卑内部首次发生分歧。主和派认为汉朝烂船也有3分钉，没必要得罪太狠，合作对双方发展都有好处。主战派当然是谭石怀带头，认为鲜卑风头正劲，没必要再当汉朝的附庸。手下一位名叫柯比能的大将支持谭石怀，他的部落当年被汉军打败，几百口人只有他一个活着逃脱，对汉朝充满了仇恨。
他鼓动谭石槐要用汉人的血洗刷祖辈受过的屈辱。谭石槐一代豪杰，当然意识到想与汉朝分庭抗礼，必须打好自身的经济基础，毕竟打仗的根基就是钱粮。他让从汉朝掳来的农民工匠叫鲜卑人种地、纺织、炼铁，还把汉朝的官员机制一并模仿过来。可是面临的问题接踵而至，鲜卑人习惯游牧生活，定居垦田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但短期内看不到收益，也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再者，就好像习惯赌博的人，做什么都无精打采，劳作赚来的钱哪有抢劫来的快？所以时间一长，居然人人都懈怠下来。所以说，很多想法虽然美好，但历史的走向往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谭石槐也发现，原来治理草原比统一草原的难度要大得多，由此陷入两难的境地。公元168年，汉桓帝刘志驾崩，新登基的汉灵帝只有12岁，朝政被外戚大将军窦武和宦官曹节把持，两派斗得不可开交，国政日渐混乱。谭石槐在众将鼓动下将改革半途而废，走回了趁火打劫的老路。在第2年，以3路大军15万铁骑南下杀向汉朝边境，一路势如破竹，攻城拔寨，相继占领幽州、凉州、并州。洛阳城里的百姓人心惶惶，开始向南方逃跑。就在此时，朝廷内斗仍然不止，曹节发动政变，杀死大将军窦武及一批官员，宦官集团彻底把持朝政。相信看到这个桥段，有人已经想到《三国演义》里被十常侍所杀的何进了。其实这2个人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经历十分雷同。窦武是汉桓帝的老丈人，汉灵帝的外公；何进是汉灵帝的大舅哥。2人同是外戚，同是胜券在握时因大意轻敌被宦官所杀，只是中间相隔了30年。何进完全没有吸取前人的教训，由此更可见其狂妄愚蠢。东汉形势危如累卵，而北方冀州某个小村落里，一个叫张角的道士正在招募信徒，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距离黄巾起义已经越来越近了。东汉最后一次成规模的反攻鲜卑发生在公元177年，3路大军5万余骑从高柳、云中、雁门向鲜卑出击，结果遭遇大败，死伤数万，仅有1/10的人生还，留给大汉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此次出征也并非全无收获，交战中谭石槐受伤，此后一直反反复复未能痊愈。在4年后，也就是公元181年病逝，由于出生年月不详，只能大致估算，这位一代英豪去世时，年龄在45至50岁之间。谭石槐死后，儿子何连继承他的地位，但何连德行才干均与父亲相差甚远，部下众将逐渐离心离德。汉灵帝末年，何连在攻打北地时被刘建射死，他的儿子千曼太小，首领一职由他的侄子夔头接任。千曼长大后又与夔头争位，把夔头杀死。鲜卑其余首领认为千曼阴狠，重推夔头的弟弟不独根上位。几番折腾下来，原有的凝聚力早已瓦解，鲜卑自此开始分裂为3个部分，他们分别是云中、雁门一带的布都根集团、代郡、上古的科比能集团，以及分布在北京东部和辽西一带由粟利、米迦、阙基组成的小集团。科比能的理想是再度统一鲜卑，他杀死与曹魏交好的布都根，派兵入侵并州。魏明帝曹睿派骁骑将军秦朗征讨，杀得鲜卑军大败，前锋谢归尼投降。科比能逃到幽州以北落脚后，在236年被幽州刺史王雄派刺客杀死。科比能死后，鲜卑再度分裂。至曹魏末期，有影响力的族群为以下4支：东部慕容部、宇文部和段部占据辽西，拓跋部占据云中、晋蒙古托克托一带，突发部从拓跋部分离出来，占据河西，乞伏部迁居雍凉2州。这样的格局一直维持到西晋。司马炎一死，晋朝皇族开始内讧，史称八王之乱。前后15年的动荡，鲜卑各部趁着这个风口开始粉墨登场，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司马懿指着洛水发誓的时候，
鲜卑族的慕容部开始雄踞辽东。酋长慕容摄归觉得长子慕容吐谷浑的才干相貌均不如弟弟慕容伟，把世子之位传给了慕容伟。慕容吐谷浑一气之下率手下离开，并立下重誓，远走万里，此生不再与慕容伟相见。他一路西迁，经过30多年跋涉，在313年左右到达今天甘肃西南一带，不断吞并周边羌人部落，渐渐发展成强大的部族。317年慕容吐谷浑死后，经过长子慕容吐延和孙子慕容叶延2代努力，这个部落终于发展成国家。慕容叶延以祖父的名字作为族名和国名，建立了吐谷浑国。小说中的慕容复正是慕容叶延的后代。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中，北方的各少数民族除鲜卑外，匈奴的奴隶军团羯族、羌族和氐人部落也趁机南下逐鹿中原，欲在乱世中分得一杯羹。这五股势力就是后世常说的五胡了。中国历史由此进入血腥混乱的东晋16国时期，也叫五胡乱华时期。与之前讲的5代10国一样，这个时期其实不止16个政权，总的算下来应该有21个，只是冉魏、西燕、代国、求池和翟魏这5国或是存在时间短，或是影响力弱，后世统计时没把他们算进这份名单。与此同时，鲜卑各大部落开始互相攻伐。晋朝平州刺史挑拨段部鲜卑、宇文鲜卑以及高句丽攻打慕容鲜卑。慕容鲜卑的首领慕容伟背水一战，大获全胜，占领了整个辽东。宇文鲜卑不服气，联合后赵的石勒报仇，又被慕容伟击退。慕容伟再下一城，占领了柳城。他的儿子慕容晃在337年建立前燕，自立为燕王，与后赵的石虎联盟，吞并了段氏鲜卑、宇文鲜卑和高句丽。此时的慕容已大有再次统一鲜卑之势。慕容晃在348年去世后，后赵的石虎紧随其后，在次年去世。石虎的儿子们为了夺位自相残杀，慕容晃的儿子慕容俊即位后也不装了，直接戳破了这层塑料布交情，派慕容恪、慕容平、慕容垂带领20万大军，占领后赵大部分地盘。冉魏的冉闵本想来摘落地桃子，也被慕容鲜卑顺手灭了。至此，慕容鲜卑已经占领了整个辽东和河北大部分地区。随着版图的扩大，慕容鲜卑面临的对手也越来越强悍。这时，前燕的领土与前秦和东晋王朝接壤。慕容俊脑海中的理想状态是像三国时期那样形成三足鼎立的状态，可惜只是一厢情愿。前燕扩张得太快，后赵和冉魏的势力并没有完全消灭，归顺的军阀不断叛变，慕容俊继续扩张的步伐就此戛然而止。他的儿子慕容伟登基后，虽有慕容恪辅政，但慕容伟本人庸弱无能，奢靡无度，后宫嫔妃多达数千，再加上太傅慕容平祸乱朝政，国势日益衰落。东晋趁机北伐前燕，把慕容伟吓得想退回老家龙城。大臣出主意让他求前秦帮忙，前秦同意了，但提出要求是索要虎牢关，即今天河南浔水以西的地盘。慕容伟同意了，待前秦帮忙击退东晋，他又反悔，此举为前燕带来灭顶之灾。前秦宣昭帝苻坚大怒，立即出兵攻入前燕都城邺城，前燕自此灭亡。公元384年，慕容伟试图谋杀苻坚，阴谋败露，被苻坚处死，终年35岁。后来慕容德建立南燕，追谥其为幽皇帝。这个灭掉前燕的前秦皇帝苻坚是个很值得一讲的人物。这个氐族出身的皇帝本可大有作为，却中道崩殂，可说是五胡乱华时期最令人惋惜的帝王，是既铁血又仁慈，集智慧与中二于一身的综合体。他和拿破仑的经历极为相似，首先都是马上皇帝，喜欢军事扩张。拿破仑征服埃及、荷兰、瑞士，苻坚是灭前燕、前凉、代国，夺取东晋梁、益二州，称霸北方。势力范围东到大海，西到西域，北到大漠，比三国是魏蜀两国加在一起还大。再者，他们都是通过政变夺权。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解散法国议会；
苻坚是发动政变废掉堂兄苻生，登基为王，还有2人都优待被征服地区的民众，不搞民族歧视，坚持以德服人，说得好听是仁慈，不好听就是养虎为患。灭掉前燕后，对前燕以往的官员不做任何调动安排，把慕容垂从逃亡路上请回长安，委以重任，把清河公主和慕容冲姐弟2人调入后宫，让姐弟一起在床上服侍他，脑补现场的画面，令人简直不忍之事。最失败的是收留了羌族将领姚苌，一举将自己送进了鬼门关。383年，他不听已故智囊王猛生前的叮嘱，贸然出击东晋，结果淝水之战大败。上面说到的几位心腹全部背叛了他。慕容垂回到故地建立后燕，慕容冲跑到哥哥慕容宏那边建立西燕，姚苌则更狠，叛变之后建立后秦，索要传国玉玺，遭到拒绝后，竟直接将苻坚勒死。苻坚死后，前秦政权瓦解，之前被灭掉的代国死灰复燃。公元398年，拓跋圭迁都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改国号为魏，在此称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北魏政权便由此开始。拓跋圭称帝后，十分重视农业，大量引进先进的农业科技技术，同时在政治上重用汉人。这些举措都将北魏逐渐推向鼎盛时期。北魏先后灭掉夏、北燕、柔然、珊瑚、吐谷浑、北凉等政权，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形成与南朝对峙的局面。中国历史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公元498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河南洛阳，开始了我们所熟知的孝文帝改革。他像一个民族融合的大推手，全力吸收汉族文化，向汉人学习，铺平汉化的道路，鼓励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通婚姻，最后用制度把鲜卑和汉族汉成一个整体。当时官员如果在朝堂上无意中说一句鲜卑话，就会被立即免职。拓跋宏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只不过历代的统治者都没什么区别，会慢慢变得荒淫无道，横征暴敛，继而农民起义爆发，先是六镇起义，之后胡太后又毒杀了试图掌权的孝明帝，引发了河阴之变。北魏在此后分裂为东魏和西魏2个政权，西魏被宇文部鲜卑所建立的北周所取代，东魏被汉人高阳所建立的北齐所取代。有意思的是，鲜卑人宇文泰开始想恢复鲜卑的组织与风格，不仅恢复大家的鲜卑姓氏，还给汉族大臣赐鲜卑姓。比如隋文帝杨坚被赐姓为普六如，唐高祖李渊嘉则被赐姓为大野。不过宇文泰很快发现无法进行下去，因为北周的汉人数量远大于鲜卑人，而且汉族势力在当地根深蒂固，像以往拓跋宏那样简单粗暴，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最终选择了妥协，发展上尽量以汉化为主方向。相反，北齐那边，高阳本是汉人，但他的手下鲜卑人比汉人数量多，而且他手下的军事主体也以鲜卑人为主，所以北齐的汉化一直没有成功。北齐这边由此慢慢走了下坡路，汉化成功的北周却一天天的强大起来，最终的结果也不出所料，北周灭掉北齐，完成了北方的统一。也许这就是哪种文明更加先进的对照例子。其实对于一个鲜卑王朝的领袖人物来说，汉化改革的确需要很强大的魄力。明知道是好东西，可是阻力太大，弄不好就要亡国。可孝文帝偏偏就是有这个魄力。反观北齐，一直在汉化改革中试探着，却没有正儿八经的落实过汉化改革的思想，结果错过了最佳发展时期。反倒是宇文泰家族对汉文化的妥协，最终使得北周王朝越来越强大。当然了，后遗症就是关陇集团不断做大，逐渐架空了鲜卑宇文家族。建立隋朝的隋文帝杨坚和建立唐朝的唐高祖李渊都是关陇集团的成员，也都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受益者。毕竟文化认同往往比军事打压还要重要。隋朝建立后，鲜卑族逐渐烟消云散，有了国家权力参与的推动，鲜卑的民族融合程度比之前讲过的沙陀还要彻底。大部分古鲜卑族后裔都被汉化融入了汉族，
少部分则融入契丹族。但可以确定的是，肯定有一部分留在东北地区，他们分布在黑龙江、外兴安岭西边、乌苏里江两岸，包括海参崴一带。只是这其中一部分土地，后来在尼布楚条约中被划给了俄国。而如今的锡伯族，也是由一部分鲜卑族人演变而来的。回顾数百年的起伏之路，鲜卑最大的历史机遇，也许就是当年的豪杰谭石槐。他本有机会一统草原，成为成吉思汗那样的人物。后来的鲜卑人虽然也曾经创造出辉煌，但再也没有像谭石槐这般接近顶点。发生在公元166年那场屈辱的和亲事件，表面上只是一次外交失败，实际上揭开了两个民族共同衰败的序幕。汉朝的衰落源于内部的腐败和分裂，鲜卑的分裂源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设。两个强大的力量在历史的转折点相遇，却都没能把握住命运。谭石槐拒绝和亲时的那句话，大汉的公主配不上鲜卑的勇士，听起来是何等的傲慢和自信。但10几年后回头看，这种傲慢恰恰葬送了鲜卑统一草原的最后机会。如果他接受了和亲，换来10年的和平发展时间，鲜卑的改革或许能成功。而汉朝呢，明明知道对方会拒绝，却还要低三下四求和亲。这种自我羞辱，除了暴露虚弱，也激发了鲜卑人的野心，加速了自己的灭亡。权力更迭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无数个关键时刻的选择累积而成。公元166年那个春天，洛阳城里的使者北上求亲，草原上的年轻韩王傲然拒绝。两个民族的命运在那一刻就已经注定，只是谁也没想到，这场拒绝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双输的开始。